看了台军演习，首都大胜解放军的全过程，才明白什么叫井底之蛙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根据汉光37号电脑兵棋推演的结果，台军运用雄2E等巡航导弹、反舰导弹等武器系统，让解放军大败。兵棋推演的结果显示呢，台军在解放军攻击中完成了最佳化的战力保存及兵力转移，并且在解放军集结地面部队，准备进行海空联合登陆攻台阶段，台军运用反制导弹摧毁大陆机场及集结兵力，同时呢，再以水面舰船、空中兵力、潜艇及岸置的机动反舰导弹击沉解放军2栖登陆船团，导致解放军无法继续执行登陆台湾的作战任务，甚至呢，兵力受损达到重创程度。这也是台军实施电脑兵棋推演以来首度在虚拟世界获得大胜。那么从他们公布的细节来看呢，这次兵棋推演想定的是以2021年解放军及台军的现有部队及装备进行敌我双方的攻防验证。解放军的装备呢，包括双航母、首艘4万吨级的075两栖攻击舰，以及许多大型的舰船都被纳入了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台军的这次推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首先，红军让处于防卫状态的蓝军的战斗机无法从西部机场起降，再次以东风15、东风16等地对地导弹及卫士2型远程火箭炮交叉运用，有效地瘫痪了西部机场。另外，红军还大量运用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部队，配合两栖攻击舰进行3栖立体作战，重点呢是攻击台湾北部地区。解放军以1370多枚短程中长程导弹瞄准台湾的机场、港口等重要军事设施，连续发动20多波攻击，让西部沿海重要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中心受损。虽然台军有爱国者以及天宫反导系统可拦截数百枚大陆的导弹，但许多重要设施的土地被炸翻了好几遍。那么在遭到1000枚以上导弹攻击之后，台军为何还能在军棋推演中获胜呢？按照他们媒体透露的消息称其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台军战力保存、分散部署，因此空军的一些战机兵力呢得以保存，除了部分存放在嘉山基地的洞库内以外，甚至绿岛、兰屿这些有跑道、有加油设备的小机场都可以躲藏2-3架战斗机，而且呢，还有部分战机降在了国外的某空军基地，其目的呢是与其他们被解放军的导弹摧毁，还不如停放在境外，等待反攻的时机。那么在海军舰艇方面，台军的主力舰均已疏散到北面、东面和南面3个海域，编成作战编组，牵制解放军的舰队，就连潜艇都已经预先到战略海域进行伏击，等待时机对解放军的船团发起致命性的攻击。开战之初，即将解放军的数十艘重要战舰及船团击沉，让解放军渡台兵力受阻。除此之外呢，台军还发射射程超过1200公里的雄风2E巡航导弹，射程将近2000公里的云峰高空高速巡航导弹，以及射程达到了3000公里的地对地战术性岸基火力压制导弹，直接摧毁解放军实施登陆的第2波兵力，而且呢也迟滞了第3、第4波的兵力。台湾还出动经国号战机发射万箭弹，摧毁解放军沿海重要的设施及部队。从此次台湾军方所搞的汉光37号兵棋推演的结果来看，台军在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上已经经营了数十年，并且呢精炼了战力保存、机动部署以及中远程攻击的战力。可以这么说，经过这几十年的经营，他们的战斗力某些方面还是比较强悍的。但是这个兵棋推演的结果恐怕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比如说他讲要出动经国号这个战斗机，携带着万箭导弹对解放军第2梯队、第3梯队的兵力发动攻击。那么首先，经国号飞机从哪起飞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在西部的机场，它既然已经推演出被炸毁了，只剩下一个嘉山机场，还有部分跑到境外的
空军基地躲藏的这些飞机，他们还能用吗？此外呢，他们所谓机动分散部署，那么这些目标难道就没有办法对付了吗？比如说，出动大量的察打一体无人机，对他们分散的各个火力点进行相应的精确侦察和准确打击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仅仅是用1000多枚导弹攻击台湾的一些重点基地，这只是手段措施之一。中国解放军有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武器装备，以及不同的战法和打法，因此他经营了几十年的这些装备和战术，恐怕要想用他们来以武拒统，那只能是痴人说梦。因为台湾的战略纵深就这么点儿，你再机动能跑到哪里去？如果都躲在洞里不出来，你就没有作用；出来了就是找死。因此，台湾的这次汉光37号兵推，可以说很多结果就是痴人说梦，或者是井底之蛙。当然，解放军在实现武力统一的过程中，也会充分的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，预想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以万无一失的方式和方法，最终呢，给那些敢于以武拒统的台军以毁灭性的打击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